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芒果核桃吐司，香甜的芒果搭配脆脆的核桃，非常的对味。这一款吐司配方呢，你可以用搅拌机或者是面包机来制作。面包机手动的方式可以看我之前影片的示范。今天我想用自动面包机一键到底的方式来做，搭配我的秘密武器配方，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出很好吃的吐司哦。准备的材料大致上有这些，我把材料表列在上面，有需要的人请自行截图。我会推荐大家使用新鲜的酵母来制作，这种新鲜酵母做出来的吐司会比较柔软一点，买不到也没有关系，用速发酵母也是可以的。记得酵母不可以放置在室温太久，会失去活性哦。奶油的部分我都是先切成丁状，然后放在冷冻保存。糖的部分建议使用比较好的糖，不同的糖会带来不同的风味哦。这次我在吐司里面添加了芒果干，你可以自己烘果干，也可以买市售的果干，把果干先切成丁状。我除了芒果干之外呢，还多加了一些杏桃干以及核桃来增加口感。记得核桃要买1/8大小的核桃，用完整的核桃来做，会太大不好包哦。先把冰鸡蛋打到碗里，这样可以避免蛋壳掉到其他的材料里面。内锅里面的搅拌叶片记得要先放妥，这样才不会出错哦。然后放置在磅秤上，磅秤先归零，把牛奶的分量缓缓地倒入，接着加入鸡蛋。这时候我会加入我的秘密武器炼乳，加入炼乳呢，可以让你的面包更保湿，延缓面包老化速度。现在再把磅秤归零，直接的把高筋面粉加进来。摆放的技巧呢，就是把面粉堆得高高的，像是富士山一样。接着把盐放在边边的地方，糖也放在另外一边，最后再把酵母放进来。把酵母弄得小小的，直接的丢进来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干酵母也一样，直接的放在糖上面就可以咯。酵母加进来之后，不要闲置过久，赶快的把内锅放进煮机里面，选择形成时，重量选择500克，烤色偏好，最后按下启动键，机器就会启动咯。这时候呢，你可以打开来观察一下搅拌的状况，因为我们的吐司含水量比较高，现在会粘黏的样子是正常的哦。大概搅拌到7分钟的时候，面团都成团了，就可以放入冷藏的奶油块。如果使用室温软化的奶油，请在搅拌12分钟的时候呢投入。懒得分开投入的话，也可以使用冷冻奶油块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通通一起放入。奶油会慢慢的被面团吸收，一开始会像这样是正常的哦，渐渐的就会越来越光滑，不会粘黏了。现在大概搅拌到18分钟左右，用手触摸一下，确认一下面团是不是冰冰凉凉的。面团的温度呢，会影响到吐司成品的好坏哦。机器大概在剩下2小时36分的时候会发出声响，自动投入果干的时机就在这时候了。现在机器已经停止了，轻轻的按一下面板，暂停一下，把内锅先取出来，手上抹上一点奶油，我要用手动的方式来包坚果。手动包坚果的好处，除了可以延长内锅的使用期，也可以让坚果包得比较均匀漂亮。像这样把面团拉开，然后放在台面上铺平，把果干混合均匀，然后铺在面团上包起来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想麻烦的话呢，直接的投入机器自动搅拌就可以咯。把剩下的果干统统的包进来。包好之后整形一下，把面团放回到内锅里面进行第一次发酵。这个搅拌叶片不要拿出来哦，像这样丢进来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把内锅赶紧的放回到煮机里面，转一下固定住，然后轻轻的按一下启动，盖子盖起来。这
这时候你会看到面板上发酵衣在闪烁，表示机器正在进行发酵。担心的话呢，也可以打开来摸一下机器，确认一下是不是温温的。机器大约会在剩下1小时40分钟的时候自动进行翻面的动作，然后自动进行第3次发酵。等翻面完了之后呢，面板上会跳到发酵3，表示机器正在运转。你可以中途打开来看一下发酵的状态，确认一下，但是要赶快盖起来哦。等吐司烤好之后，机器会发出声响提醒你烤好咯。用一根筷子勾一下，戴上手套，把内锅转一下就可以提起来咯。吐司刚出炉的时候，记得要在桌上敲3下，让吐司内部的热气向外散掉。然后往前推一下，把吐司倒出来，把吐司摆正，放在架上放凉15分钟。其实一见到底，每次烤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，也是另外一种乐趣哦。面包机在烤完面包之后呢，会自动转保温，记得在面板上长按3秒取消掉行程，现在机器就会恢复到待机的状态咯。不过我会建议直接的把机器电源切掉，养成好习惯。现在吐司已经放凉，可以来切吐司咯。今天我们虽然使用一键到底偷懒的方式来烤吐司，但是透过塔塔精心调配的配方跟方法，相信大家都可以烤出很好吃的吐司哦。你不一定要做成吐司的样子，有烤箱的人也可以做成各种形式的面包。你看这个吐司的切面非常的柔软，好吃的样子。除了面包本身的奶香味之外，还带有芒果香甜的滋味，核桃脆脆的口感，让人一口接一口。这一款吐司放到隔天都还是很好吃哦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在2天内吃完的话，请记得吐司烤好后要用密封袋装好，放到冷冻保存。要吃的时候呢，再放回到室温解冻加热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出好吃的吐司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